欢迎持续锁定新闻大白话，我是黄韵晨。首先来为您介绍这一节国际话题的来宾，第一位是我们的国际政治专家赖岳谦。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大家好。好，以及前立委李胜峰。运晨好，大家好。还有淡纳财经系教授聂建中。主持人、各位观众大家好。好，首先来看到伊朗的这个国安首长被杀了之后，伊朗也是发了疯的，不断的在反击。现在呢，用了集束弹头去攻击特拉维夫，以报复他们的国安首长被杀。好，接下来我们来看到这个画面啊，真的是非常的惨烈哈。伊朗向以色列的海法海军基地呢，去投掷了集束炸弹，那么基地被围困，结果也造成了平民伤亡，基地内呢是一片的恐慌。海法附近呢发生了多起的飞弹攻击，医护人员呢也赶紧的到现场来救援。那么以色列的北部啊，警报声大作，这个是伊朗一天内发动了第9次的攻击，也就是说呢，短短的8小时内呢，以色列就遭受了4波的飞弹袭击，造成了相当大的规模的破坏还有伤亡。那么伊朗也已经证实了说他们呢使用了可携带集束飞弹的霍拉姆沙赫尔4，还有卡德尔的弹道飞弹。好，这个集束飞弹呢会这个子母弹在空中散开，对于海军基地跟平民打孔呢，可以造成非常巨大的一个破坏。好，那除此之外呢，以色列的私人飞机现在也遭到了伊朗的飞弹攻击哈。来看到啊，伊朗的新一轮的导弹攻击呢，是击中了以色列本古里安的机场，这是一个非常敏感的区域，因为呢，它专门提供高知名人士使用的私人飞机。现在这个机场也被毁坏了针对这个私人航空攻击呢，显示啊，伊朗正转向高价值还有象征性目标，就是要来加剧心理战的威胁。不仅如此啊，现在伊朗也宣布要处决以色列的间谍这个也是开战后的首例。伊朗的司法部门18日宣布了对一名被控为以色列从事间谍活动的男子执行死刑。这个呢是伊朗2月底和美以开战以来啊，德黑兰首度公开处决涉以间谍的一个消息，所以现在呢都开始在玩这种心理战了哈。那不过呢，来看到啊，现在伊朗的高层还是不断的被斩首，但是伊朗有退缩吗？没有，穆吉塔巴也罕见的发声明，誓言要让凶手血债血还，就是因为我们刚刚说到了以色列军方啊，击毙伊朗的情报部长哈伯蒂，然后这个伊朗的国安首长呢也在攻击中丧命，所以呢他非常的强硬了说呢我们会血债血还，而且伊朗的外长也说了，说我们少了谁都没有差。他说呢，美国和以色列至今还不懂吗？我们的伊朗啊遭遇斩首式打击，但是呢政权体制还是有高度的韧性的，我们不会因为少了谁就垮台，所以你继续杀呀。而且还说，如果有必要的话，我们根本没在怕，我们会毫不犹豫的献出生命，什么都不怕，就让他们瞄准我吧。好，那这样子打下去的话，你还要持续斩首吗？因为你斩首了也没有用啊。好，所以现在呢，伊朗外长也说了，说啊，就是你们以色列，而且以色列不仅仅是自己毁坏就算了，还把美国也拖入深渊。好，这个阿拉奇就说了，说当涉及以色列的时候啊，通常游戏规则似乎就不再适用了，而且以色列现在也正将把美国伙伴一步步的拖向更深的道德还有政治深渊。而且这个以色列它的反斩首战术呢，是不是适得其反，反而是让伊朗的民众呢更加的团结一致了呢？好，这个是联合报的分析说呢，这个拉里贾尼呢，他其实啊是少数被视为务实派桥梁的一个人物，结果现在啊，以色列把他除掉了，这会造成什么？反而会让革命卫队的强硬势力啊，进一步的去主导决策。那这个结果呢，明显就背离了美以希望伊朗妥协的初衷。那么战后的不确
不确定性呢，会更强化保卫现有政权的一个动机。那么现在啊，以国的国防部长就说了，说呢，所有的伊朗人都是我们的打击目标哦。他说呢，以色列的政策非常明确，伊朗没有人拥有豁免权，所有的伊朗人都是打击目标哦。但是呢，美国的官员现在呢，跟以色列似乎也有了分歧，尤其是在这个轰炸油田的部分。所以呢，以色列的行动啊，都要先获得美方同意。美国的政府官员就说了，美国其实更倾向于在实现核心军事目标之后结束主要行动，但是呢，以色列是更加关注透过高层暗杀等手段来推动政权更替的。而白宫方面啊，已经要求以方啊，未来你的行动呢，都要先获得我们美方的同意。好，但是啊，现在美国已经被拖进去这趟浑水里了，是不是连美国的高官也都成为了一个暗杀锁定的目标呢？好，现在啊就被发现呢，无人机竟然是在卢比奥还有赫格塞斯居住的基地上面上空去盘旋呢。哈，有3名知名人士透露呢，美国官员位于华盛顿的一处陆军基地上空发现了不明的无人机，这个卢比欧还有这个赫格塞斯就居住在该基地内耶，而且到现在呢还没有确定这些无人机的一个来源呢哈，所以这样看起来，难道美伊战争的战场呢已经要延伸到中东之外了吗？我们先来请教赖教授。我们看到美国的重要的这些政治领袖或者政治人物或者官员他们现在很多都处在安全处所，也就是在于军事基地内接受保护，因为以避免他们接受恐怖主义的攻击，或者是这个伊朗的特工人员的杀害所以我们看到他们几乎都在军事基地里，军事基地的无人机竟然可以渗透进去。那这个很明显的就是美国的陆军的军事基地，它的安全的防护事实上是有问题的那还好这个目前来讲，这个无人机显示出来的并不是属于这种攻击性的无人机，或者是有炸药性的无人机，很有可能是对于赫格塞斯或者是对卢比奥他们这种推动这个整个战争，美国侵略攻击伊朗的这个战争的一种反制，或者一种不满也可能是民主党的，也可能是其他的一些反战的人士他们所为。但是不管如何，他们已经对于美国的这些政治官员来讲，他们已经构成心理安全上的一些威慑的一个作用。好，我们先看一下这个以色列的一个战法。以色列的战法，他一直主张的、坚持的是2个打法。一个打法就是斩首行动因为他认为斩首行动也就是像打地鼠一样，你冒出一个我就打掉一个，你再冒出一个我就打掉一个。那人总是怕死，所以最后你的这些这个伊朗的重要的官员，他们就要不就是没有人想当这个位置，要不就是他们愿意跟以色列屈服、投降、妥协，因为避免被杀害那另外一个目的就是说，我一直杀掉你的领导的这些有影响力的领导中枢的这些官员的话，那你的行政指挥这个作战系统就会比较衰弱。那比较衰弱的时候，你的控制系统就衰弱了，政权就衰弱了。这个时候，你国内的这些反政府的人士，他们就会起来去推翻你的政权。所以对以色列来讲，他不断的在扬言说，我今天进行斩首行动，是为了给这个给伊朗的这些反对派提供他们的一个必要的条件，去推翻他们的政权。可是我们看到连纽约时报的分析，纽约时报认为9200多万的伊朗人里面，想把这个政府推翻的只有几百万人，所以等于是连1000人都不到。他们认为只有数百万人想推翻这个政府。那即使有很大部分的人，好，即使我们就说有超过1半以上的伊朗人对他们的政权不满，但是他们的强度没有到说我要把你推翻掉。这个就好像现在在美国有超过1半以上的美国人对于这个川普政府很不满，可是他们也不同意他们的做法，甚至反对他们的做法，不管是关税或者是侵略伊朗的，他们都反对。但是他
没有到这种强度，说我要把你这个川普政府推翻了，我要把你这个政权推翻了，还没有到这么样的强度嘛。所以不满跟强度是两件事，但是是两回事。但是我觉得以色列把它混在一起用的，这个是基本上来讲，这是不对的，这是一种错误的战略。另外一个部分里面，他就认为说我打掉你的能源设施，打掉你的能源设施会断了你的经济的命脉。但是问题就在于伊朗的反制做法，也就是牵制你以色列的做法，就是牵制美国。为什么？因为在海湾国家的这一些大部分的能源设施跟美国的石油公司都有很深的利益结合的，更何况原油价涨得太高以后，美国也受不了，所以美国会去牵制以色列的做法。所以我个人是觉得说，现在的情况我们看得很明白，就是以色列的所有的军事行动基本上都是有效的也就是说都是达到目的。但是它的政治效果跟战略效果都是错误的。那换言之，也就是说，打到今天为止，对伊朗有伤害，但是没有根本性的影响嘛。好，所以现在看起来，美国跟以色列的决策是越来越远了。那这场仗还能够继续打下去吗？我们请教盛峰委员。是美国跟以色列是不一样的。对美国现在讲起来是怎么样子把这一场战争给结束，但是对以色列讲起来是如何借助这一场战争让自己可以实现他所要的，那就是弥赛亚的再度来到人世间。这个话是怎么讲？那我们来看看刚刚像赖教授所提，就是以色列的战略思维是因为用这样的强度可以造成他政权的转变。我认为与其说是战略思维，不如说是一种自认为是弥赛亚翻身，自认是真主再度降临的一个屠杀别人的借口而已。为什么？我想以色列对伊朗的研究应该不差吧。所以伊朗是一个神权的国家，上次我也提过，它是一个4个象限合起来的，它既是一个神权的国家，那这个神权的国家里面，它是为尊子而死所以你杀掉它越多的人，越让这边成为烈士。就好像在基督教当时在罗马时代被破坏的时候，基督徒到了圣战场里面，到了野兽场里面，要被野兽吃掉，要被圣战者这样杀掉的时候，他们是唱着哈利路亚赞美主为什么？因为死亡是让自己进天堂最快速的一条道路，是真主的号召。所以这个时候用死亡来威胁这一个神权的国家，显然是不通的。这个我不认为他们不懂，因为从某个角度来看，伊斯兰跟犹太是同一个神上帝是相同的。那么也就从这个地方，我们就发现这一场仗这样子打下去的结果，就是一个强调的弥赛亚，一个当然是真主的降临。那你看，当它变成了一个宗教战争的时候，已经不是地缘的问题了，已经不是战略的问题，它会带动的全球、全世界会变成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呢？所以以色列现在为了一己之私心除了把美国拉下台之内正在把整个的世界以中东开始要带进可怕的战火。过去以色列人因为在2战的时候遭到了犹太的屠杀，所以让他们在世界上的生存有一个比别人获得人家对待更宽容的道德性，就是别人不可以做的，以色列当年可怜所以我们就应该同情他可以做了。可是各位想一想，当一所小学175个学生被炸死的时候，轻轻的一句话说拿错了地图，拿错了过时的这个什么这雷达的资料，然后把所有的领导人从神权的代理人一直到国家重要部位的现在我看除了外交部以外所有国防相关的人，大概情报的、国安的、国防的，大概都被斩首了。那当你做到这样子，又把所有的攻击无差别的放在这一个什么德黑兰里，德黑兰的民间所受的伤害，那比特拉维夫比海法不晓得强多少只是世界上报道的不多而已当你采取这些行为，可以炸到小学，而且从你加沙走廊开始，这种无人道的行为，一直到了今天这样的情况，
今天所有伊朗对你的回击，不要叫了。从某个角度来看，刚刚好而已啊，因为这是以暴引暴的结果啊。好，接下来我们请教聂老师。OK， 我觉得有一种精神啊，非常的不一样，叫做宁死不屈。那各位可以看到，伊朗这一次打起来，看起来是遇强则强啊。那即便是以色列还有把美国拖下水的美国，他们的军事实力或怎么样，在国际的一些这个声浪都可能会比伊朗虽然是高，可是伊朗被打击之后呢，他真是遇强则强，而且我觉得他们所做的动作也不会不人道，也就是所谓的对等反击啊。那它对等反击，你可以看到从这个军事基地，从油田，从这个天然气的这个设施，甚至各种机关，从政府机关，甚至就是金融机构，你有没有发觉，就是当他被打到的时候，他在反击。可是你会发现，现在以色列也好，或者美国也好，在去年5月重锤，在钻地弹打下去之前，他其实也把很多的核这个研发的人才以及一些军事将领也打掉了。可这一次呢，又一开始就觉得斩首，哈米尼斩掉之后，大概就搞定了。结果发现不行，先把国安国安这个首长也把他砍了。这个把国安首长杀了之后，你会发现伊朗的他们这个团结的精神可以更凝聚。因为我觉得很有趣，就是其实伊朗的领导中心在哪里？他没有真正领导核心呐，他领导核心已经去中心化 decentralization 了，没有真正领导中心。他领导中心只有一个，就是刚才讲到的真主神呐。他们杀得了人，但杀不了他们心中的神，这是一个最主要的问题。这就是我讲他们的精神。后来因为神权而凝聚。我先讲一下伊朗这个国家，基本上我不能说我多了解，但是我有一个很棒的、很好的伊朗朋友，因为在我年轻20几岁，他跟着我跑到这个美国到处做我们在卖那个 public domain 的时候，跟着我跑，因为那时候我比较先进去，他是跟我学。可是我了解他们的个性，你说伊朗人坏不坏？你去了解一下，都是一样是人，都是人是有良心、有道德之人。你不要惹他，他们有他们的中心思想。他们想要发展国家，想维稳他们国家要做核研发的时候呢，当然全世界会担心，尤其他敌对国家以色列，当然美国当然也就跟伊朗呢出现了一些这个爱恨情仇。不管怎么说，这一次川普要打的最主要的就是要停止他的核的发展，以及他导弹的这个研发，因为长程导弹如果洲际导弹加上这个核设施，就会威胁到美国跟北韩一样，因此你会发觉。美国也好，被以色列拖下去攻打伊朗的时候，出现一个问题：伊朗的精神更凝聚。但我分析伊朗凝聚的原因最少有3个。第一个，大家知道它有一个很棒的背景，就是居鲁士大帝在创造波斯帝国的那个时候的自信心是带到现在都没有遗忘记的。第二个，我觉得最重要就是他的神权精神。所以我刚刚讲去中心化，杀人不重要，你杀不了他的神，他的真主就是永远存在。尤其我跟你讲，现在这个状况就是让他们这个伊斯兰就是一个非常神教的国家嘛，他们的国教伊斯兰教，这些人现在已经群起，即便是当时反对原来的这个神权制度的，也因为你杀了他们的人去了中心化，我相信哈米尼当时已经知道他会出问题，他已经布局了，他告诉了所有的下面没有一定的领导中心，他的领导中心就是已经去中心化了。而且现在看到呢，不仅是以色列被攻击得很惨，尤其是美军在中东的基地呢，也纷纷接受到了攻击。好，就是因为伊朗发动第62波攻势，彻底打击美军基地。好，包括了这个很多的地方，还有这个美军基地以及以色列军队的集结点，都被这个真实承诺4行动的第62波攻击给攻击到了。好，那现在呢，很多滞留在伊拉克的美国承包商呢，表示说他们自己就像是一个待宰的羔羊一样。他说基地里面有200多名的美国公民，这里都被视为了是高价值的目标，但是呢，缺乏明显的预防措施，他们感到孤立无援，非常脆弱。还有员工说都看到无人机了，每天都能够听到枪声了。结果美军竟然还说基地附近没有无人机活动，直接打脸美国的说法。好，那为什么会有让他们有孤立无援的感觉呢？就是因为伊朗已经打穿了萨德神话，美军的8套有4套呢都已经战损了。好，这4套萨德系统分别是分布在阿联酋、沙烏地、约旦以及卡达。好，核心型号均为这个 ANTPY2 高解析度的监控雷达，可以说是整个萨德系统的
大脑，结果8套有一半都已经战损了。那知情人士就说了这导致他们没有办法有效的拦截成本，好，也没有办法解决这个低空防御系统的漏洞。那美军在中东地区的关键资产呢，就是直接的暴露在威胁之下了。不仅如此，现在美军也传出了航母荒，就是这个福特号因为它这个洗衣机的大火，所以导致呢它必须要到希腊维修1周以上。好，那就代表说现在只剩下林肯号在单独作战了，在这个区域了。因为要接替福特号的话，也要等到布希号来布希号来的话，也还要一段时间导致于这边呢是一个航母荒的状况。好，那美军打到这样子的情况下，如果你是川普，你还会想打吗？就传出呢，川普想要停战，但是他的面子拉不下来。美媒呢就引述了白宫官员说川普的战略目标主要是聚焦在3个方面。第一个呢，就是彻底摧毁伊朗的核计划和飞弹设施再来呢，就是歼灭伊朗海军，确保航道安全。另外就是切断伊朗对胡塞组织还有真主党的资金链。好，至于有没有要他的这个神权政权下台呢？他认为只是一个额外的 bonus 而已。但是要达成这3个目标也不容易所以传出呢，川普政府打算要再增兵数千名的民兵兵力呢要来登陆伊朗本土说呢这个伊朗政府川普政府正在研议派增数千名的兵力前往中东，而军方同时呢已经着手准备伊朗战争可能进入下一阶段的各种应对方案了。那不只要人也要钱所以传出呢国防部要请求白宫向国会申请一笔超过2000亿美元的经费用来资助对伊朗战争。专家表示即将到来五角大厦资金之争很可能成为这一场检验这场战争支持度的一个试金石，就是国会要不要通过呢？好，所以这场战争真的是打得不上不下的，所以央视也发布了一个嘲讽的影片，来看一下。在群龙无首，早就该乱作一团。他们现在不过是回光返照、虚张声势罢了。他们的破烂家底儿绝对坚持不了3天。白头鹰，接下来我可就不客气了。报，波斯猫疯了，放了一堆破木可做的木筏。破铜烂铁，何足道哉？看我们的防空金针，全给他们打下来，一只苍蝇都不准飞进来。盟主，不能再打了。怎么？我刚才算了一下，他们的破木鸟造价顶多2两银子，可咱射出去的一根防空金枝造价数百两这不是打仗，是拿银库喂狗你闭嘴！堂堂白鹰盟，岂能被几只破木头吓住？继续射！好，所以其实现在很多美国国内呢都是抱持着反对继续打仗的一个态度的，而这个美国的前反恐中心主任肯特就说呢，其实川普总统要决定去打伊朗之前呢，只开了一小群的顾问意见，以色列就迫使川普采取了行动。好，结果他讲出了大白话，结果不久呢，竟然是传出被 FBI 去查水表那现在呢也有民主党籍的众议员呢痛批这一名讲大实话的肯特，他是反犹太又反美的，所以才会说出了这些对川普不利的话。结果呢，这一名众议员呢也被网友发现他收了近700万美金的亲以色列团体还有个人的政治现金，所以背后真的都是以色列在去游说美国开战吗？结果现在川普偷袭下去了他要怎么来收拾这场战争呢？我们请教赖教授。我们看到在政治制度这个部分越是我们这种所谓的民主制度我们越看到的就是政商关系很深的一种制度，因为政治现金也就是背后的金主，他事实上他反而是可以参与甚至影响制定决策的，或者使用政治权力的这样的一种政商勾结的一个方式。这说实在话是把政商勾结合法化、漂白化，这真的是很难看我们先不谈这套政治制度，查水表这个美国可能是向台湾学习的了，而且学的也还蛮到位的加油，美国越来越台湾化加油这个是
还可以的哈，因为反正只要谁反政府，谁就被查水表啊。我们过去以来，我们也看到了很多的政治人物或者名嘴啊，或者是评论员啊，对于这个绿营媒体绿营政府的一些意见，然后就常常就开始感受到直接间接的。但是又拿不出真正证据的被查水表哈，但是我们都知道它存在但是只是没有证据，这是高明之处啊！查你水表还让你没证据，但是你知道它存在，这个真厉害啊！好，我们看一下美国目前，坦白说，它损失其实是蛮大的，不是有生战力的损失，是无形的东西。为什么？美国花了几十年花了数十年然后他从土耳其、以色列，然后阿联酋，就阿拉伯共和国那个大公国，然后到沙特、沙烏地阿拉伯，到卡达等等，他建立了一个以网络、以空机为基础的一个反导系统。他认为这建立起来就是川普一直想打造的这种金琼系统。它不只是以色列的铁球，它是一个金琼系统，所以是以美国太空军为基础的这种红外线的一种在太空中感射这个整个地区建立起一个网络。好，有太空的，然后有铺路爪，这个铺路爪就装在卡达铺路爪的这个可以探测5000公里的这个雷达系统，然后再建立萨德的你刚刚介绍的 TPY2 这种可以探测2000到2500公里的这种雷达系统、侦测系统，然后再建立起以海军为基础机动的标准3的这样的一种防导系统。最终末段的时候，那就是爱国者3的这种整个系统建立起来了。哇，这个花了不知道多少个亿，也花了不知道多少年。从土耳其好不容易把他们都整合了，把这个伊斯兰教的海湾国家跟以色列都把它整合在一起。那他认为他已经打造成为一个那个金钟罩，你绝对都穿透不了。结果在这一次被伊朗整个穿透了，而伊朗穿透的方法竟然采用的是不怎么先进的导弹。也就是他先采用这种10几年前、20年前生产的液态的这种燃料，因为刚刚您看到的这个大陆的网剧里面，其实他用的都是现实，也就是先用很便宜的或者是液态燃料的旧的过时的这种弹道导弹去消耗你的这种萨德系统，然后再用无人机去消耗你更多的爱国者系统，就不断的交叉使用中的时候。当美国的很多的这个系统被摧毁，最后用无人机去把每一个这个萨德系统的雷达打掉了，而且呢，等到他打得差不多以后，您看到了他开始出动的是这一些可以躲雷达侦测的，还有抗电子干扰的这些导弹，就您刚刚前面介绍的那种弹道的导弹，它本身的穿透力更大，它的集束弹、高爆弹，甚至它1吨多的这种重量，对于海军基地的攻击，它就对于美军的军事基地或是这些军火的承包商，因为他们在那个地方帮他们的军事基地做建设的，他们的防护能力是比较弱的，他们就感受到很大的压力。所以我们可以看到，美国原来设想的这些系统花了这么多钱，结果被一个我们把它称之为乞丐兵好了，伊朗，然后用一个不怎么先进的武器，竟然被破了。我觉得这个对美国来讲真的是情何以堪啊！萨德系统的雷达纷纷战损了，那现在美国在中东的防护网还剩多少呢？我们请教李胜峰委员。是，这个关要做大一点才会安全因为布林肯早就说了，布林肯不是说奥巴马跟拜登的时代就不断的拒绝以色列的诱惑，结果呢，这个川普就被诱惑上当了。但不管是不是有党派之言，结果他没事嘛，这个人就有事，所以官要做大，对，大才会是安全呐。原来全世界的政治理由、政治权力运作都是一样的。第二个呢，就是说，其实这个与其讨论中东，不如要想到台湾自己。海湾国家这几个海合会的国家，花了多少钱，然后盖了多少美军的基地。引进了美军来保护它的安全，这是这类国家之所以愿意花上兆的美金合起来然后来建造一个他们认为是安全的国家，
结果呢，这个安全的国家一夜之间怎么样子破功了？美军就在那里，也不能怎么样。哎，美军到了都不能怎么样呢？他们不是到了，他本来就在那里，有几万个美军在那里耶，也不能怎么样。想想我们台湾到底要花多少？不，我们的对岸他别的本事没有啊，叫量大管饱啊。看你要是用初级的到高级的有没有？我量大管饱，在全世界说他是第2名，没有人敢说他是第1名啊。那我们要去买美国的东西，就如同海湾国家这样买了这么多，结果证明什么？是破功的。萨德、普鲁爪那都是证明是金穷啊、铁穷啊。结果呢，8套被干掉了4套。那有人说还有4套没有干掉啊，不重要。重要的是证明你可以被干掉，各位清楚了没有？证明你不是无敌铁金刚，你是有罩门的，而且干掉你的是什么？就用量大而已，量大管饱就把你干掉了，而且还不用高档的。所以这个时候，真正要省时间的台湾正在为对美经过啊，在那边搞大半天的时候，请你想一想，海湾国家花了多少钱？美军就在那里。建造的所谓的金穷、铁穷，什么穷一大堆，最后果然把自己搞穷了，然后呢，还面临着战火，而且面对战火还不知道怎么办。回头看看美国，美国说没有，我准备要结束了，美国要结束了。那我们呢？我们全部被恶打一阵了。亲爱的朋友，台湾这个时候要想想，还要再花那些去买没有用的废铁吗？或者号称先进？结果证明是会被突破的东西，而且是谁突破的？是土地突破的，师傅还没有出面呢。那师傅出面，我们该怎么办？我觉得这是大家呢应该要好好想一想，这是台湾生存的问题。海湾给我们例子一样，俄乌战争给我们例子会被出卖的，海湾给我们例子，花了再多的钱是保不住的。我再告诉你，我先预告。美国要结束这场战争，只有出卖一个人，那个人叫纳坦雅胡，快到了。美国的承包商在前线哀嚎，然后官员在后方被查水表。现在这场仗，川普到底是为谁打的？我们请教聂老师。OK， 这是一个糗事之一，但我想讲另外3个糗事，就是这一次呢，当然伊朗这个用叫血债血还的报复行动呢，我觉得这已经开始慢慢的呢凸显了。美国这一次啊，去支援这个协助以色列去攻打伊朗之后的3大糗事啊。第一个呢，刚看到那个影片不是很糗吗？我觉得你看那个打仗，如果你是有一个一次性的防弹衣，就拿用一个很昂贵的一次性防弹衣，然后用一个很便宜的子弹打了以后你就丢一件，怎么就跟人家应付？你要知道，伊朗它现在是由小放大哦，从原来最便宜的啊这个几千万到2、3万的这个无人机。去攻击你，当它后面越来越多，它保留实力的这个重武器的这个飞弹，但我现在重点就是2到3万之间去攻击了这个你所谓的防空系统。结果你知道铁穹啊，据我所知，如果你去这个文搜一下，你会发现一组铁穹是1亿美元，30亿台币。那么以色列呢，已经向美国啊，已经大概采购了大概有10多亿的这个美元的这个铁穹。结果你现在用铁穹被人家几乎毁掉，然后呢，你一个萨德听说是1200万啊，而一个这个爱国者飞弹是400万，你今天人家就是2、3万的东西，你用400万也好，1200万去，竟然爱国者飞弹打不够，还用萨德，这时候一搞是从200倍到400-500倍这样的一个我讲说最便宜的东西去打了你最高这个昂贵的东西，这时候这样的消耗对美国它耐得起吗？因此这个美国我之前讲不是打不赢，它真的是耗不起。而这次他真的就因此而打不赢呢，也退不去了，现在也停不下来，这是一大糗事。第二糗事啊，刚刚讲到福特号，我觉得福特号会使我想到《阿甘正传》。当然有人传闻呐，这一次呢，不管是厕所问题啊，或者是那个烧掉了600床位的问题啊，烧这么久，你要知道，有很多人说就是士兵的问题，为什么？情绪。刚才那一集我们讲的精神，这是士兵情绪问题。《阿甘正传》这部电影，如果你有看过，你会发现军人在越战打久了，他们的情绪已经崩溃了。这个20多岁的年轻人，现在看到鸡在朝里面跑出来就乱杀、横杀，甚至杀到会爆泪、会想哭。为什么？因为打太久。这个福特号已经出航，人家说半年到7个月，就最久的航应该回家了。
没有，你继续就是川普一句话，继续待着，继续往前行，在红海那边慢慢你要靠近这个我们的这个荷姆斯海峡，你要去支援这个以色列，要去打伊朗。结果这件事情造成福特号，当然福特号也是一个有问题的这个核动力航母，因为2017年一下水之后就不知道维修过多少次，这一次呢又凸显它的逼近。第三个我觉得最有趣的就是现在我们讲 Kent 这个人，曾经在这个陆军的这个特种部队啊、骑兵团，甚至当过这个情报局的，现在是反恐中心主任，而且是川普任命的。这次他跳出来讲话，你觉得他有没有指标的意义？这个指标意义非常明显。就他不是他真正反战，是说你这次的战争的决策是绝对错误。这个才几天就已经上维基百科了，各位去看一下，是不是非常有代表性，也凸显了美国的窘境。好，而且现在啊，伊朗不只是炸以色列、炸美军基地，现在呢连油田都炸哈，就是因为呢伊朗的南帕斯天然气田遭到空袭，所以他们也要报复呢，就发起了第63波行动，将沙烏地阿拉伯啊、阿联啊，还有卡达的石油能源设施都列为了合法的打击目标。好，如果攻击持续的话呢，伊朗还要扩大打击范围到美国、以色列盟友的所有能源基础设施啊，直至将其彻底摧毁哈。我们就来看到这些画面啊，伊朗呢，它就是打击这个沙国首都利雅得炼油厂的美方专属区域，这个区域就接连了爆炸，而且引发了大规模的火灾。有报道指出呢，此次对炼油厂的攻击啊，摧毁了战机燃油储备，这就意味着啊，美军战机的燃料补给的流程呢，恐怕会受阻。好，另外来看到呢，卡达啊，全球最大的 LNG 生产设施现在也传出遭到了破坏。哦，卡达表示呢，这个呢就是位在拉斯拉凡工业城的全球最大的液化天然气出口设施。结果现在是遭到了伊朗飞弹的一个广泛的破坏，所以现在能源设施都已经成为了目标。那么川普是急忙的撇清啊，就是说最一开始的就是伊朗气田遇到袭击的时候，我们美方是不知情的哈，他赶紧在18日深夜po文撇清，说呢美国对这一起攻击是一无所知的，但是这个已经炸下去了啊，所以油价肯定要涨了嘛。结果对于护航荷姆兹海峡各国还是不太有意愿，尤其我们来看到了，德国的梅尔茨呢就拒绝说德国不会参与伊朗战争，因为呢我们事先就没有被征询意见呐，所以呢我们会劝阻不会走这条路的，现在也不会去参加哦。那么南韩的国防部长也回应了，说呢我们也没有收到你们美国说的正式请求，在社群媒体上说的不算，所以呢我们呢不会派兵，就算要派兵的话也需要经过国会同意。那纷纷被拒绝的川普呢就恼羞了，就说好，那我也来弃守荷姆兹海峡好了。他发文说呢我想知道，如果我们把伊朗恐怖主义国家残存部分结束掉，并且让他使用荷姆兹海峡的国家，我们可没使用哦。意思就是说呢反正我们也不用，我们也不缺油，所以呢我们干脆弃守算了吗？好，不过现在伊朗呢是开放了部分的特殊航道让他们能够通过荷姆兹。好，传出呢他们跟8个非中东国家磋商，如果他们愿意以人民币结算石油贸易的话呢，就保证让他们的船只能够安全的通过。好，那现在呢美国方面呢也非常不领情，为什么川普要打这场仗？尤其是在油价的方面，他们最有感了哈。现在呢，这个有最新的民调显示，66%的美国人呢都不满意川普处理油价的方式，甚至在加油站呢，很多民众呢都在跟记者抱怨说来看伊朗开战啦，影响到我们的钱包，这几天油价都涨成什么样了？还说所有的开支都因为美国政府的关税，还有这场对伊战争不断上涨。总统，你会替我们支付这些上涨的费用吗？所以川普就赶紧出招了他现在宣布要暂时豁免，就是其他外国国旗的船只进出美国港口运送燃料、化肥等货物的时候呢，可以暂时豁免关税，希望能够
借此来降低运输成本，缓解汽油价格飙涨的压力。好，现在川普啊，即便呢面临了内部的压力，但是他对其他国家的态度还是相当的强硬。除了一个国家，那就是中国哈。川普啊，在这个世界上几乎所有盟友都口头激怒了个遍。但是呢，却对中国说自己不是在耍花招，这种强烈的对比和反差，足以说明了中国才是这个世界上川普根本不敢得罪的存在。发脾气过了头啊，也得马上收回说过的话才行。但是，川普的史诗怒火已经烧回了自己身上了哈。货炸油田之后，美国真的有可能因为一句“我不缺油”就不受影响吗？请教赖教授。美国不缺油，确实，美国还可以卖很多油给很多国家，也确实，油价涨了以后，美国的石油商大赚他的钱，也是事实。但是美国政府他并没有获得利益啊，为什么？因为原因很简单，当世界各国的油价都往上涨的时候啊，我们都看到所有的成本都往上涨，物价也往上涨，美国的国民他的物价也往上涨了。这个往上涨的时候，失业率在增大啊，然后物价上涨。美联储不敢降息反而还要考虑升息等等，甚至观望的一个态度。这个对美国政府来说，它债台高筑，它要负担的利息就一直减少不了。然后再加上物价一上涨以后，人民对它的不满就更高，它的产品的竞争力卖到世界各国也没有帮助。所以以总体经济来说，对美国帮助不大，对美国的石油商确实有帮助。可是问题就在于，政治人物来讲，他要的是他期中选举能过关了，而不是期中选举不能过关了。期中选举如果不能过关，那他很明显的后半任期就是跛押，不但跛押，而且他还可能面对这个无止境的弹劾。那这个会牵制他的所有的决策的行为。所以对于川普来说，他当然不能因小失大嘛。那不能因小失大，他当然不会支持同意以色列发动对于伊朗的这个能源的攻击。可是对以色列来讲，我们刚刚讲的，以色列的战略就是两个，一个是斩首行动，目前已经失败了；另外一个，那当然就是切断伊朗的能源，也就是它的经济支柱。他打伊朗的能源设施的目的有两个，第一个，因为他知道伊朗一定会反击，可是伊朗反击打不到美国也打不到以色列，那伊朗的反击一定是打海湾国家的这些石油设施，海湾国家的石油公司是跟美国的石油公司挂钩的，所以伊朗的报复一定是找海湾国家跟美国合作的这些石油厂来攻击。这一攻击的话，那国际原油价一定往上飙。您看看昨天一攻击，原油价就往上标准了，往上飙上来了。那对于以色列的目的呢，在哪里呢？第一个就是，如果能够把海湾国家拖下水，这个对他来讲不是一件坏事啊。可是我们看到今天为止，连沙烏地阿拉伯他都保持相当程度的克制，就是因为他不想卷入这一潭烂水嘛。他不想卷入，他知道以色列的阴谋在哪里。以色列这不算阴谋，叫阳谋，他都知道，但是他不想卷入，所以他一直克制。但是他也是不满，什么时候碰到红线忍受不了了，那一反击那就是中东大论战，大混战了。但是如果一旦真的中东大混战，美国绝对不愿意乐意见到。为什么？因为沙烏地阿拉伯跟海湾国家卡达等这些是富裕的国家，很富裕啊，富到不得了啊。那你想想看，伊朗是穷的，这些国家是富的，富的国家跟穷的国家一打，然后两败俱伤的话，那你富裕的国家也变成打穷了，那全世界都穷了。他没有购买力，他的石油也卖不出去，那全世界怎么办？美国怎么办？所以其实这个战略大家看得很明白了，以色列也不会成功的。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待会回来。伊朗狂炸海湾国家的能源设施，对全球会造成什么影响？请教盛峰委员。是我想我们分两个部分来说，第一个讲大国的部分了。今天海湾国家之所以还如此的克制，这里面有一个人扮演蛮重要的角色，叫中国。中国的特使现在唯一在做的一件最重要的工作，就是让伊朗跟海湾这些国家某一种程度的克制。到一个阶段，因为这个东西，假如双方大家都扯连起来，这个中东局势是没办法收拾的。对，
所以现在中国大陆做的刚好跟以色列要想的是相反的。那第二个呢，这里面获益最多的应该是俄罗斯，俄罗斯这一次赚翻了。然后呢，乌克兰人家忘记了，最痛苦的叫做泽伦斯基，我在这里，我在这里，我在这里，没人鸟他。台湾啊，我讲这些就是给台湾听的啊，我们要想想啊，被人家操弄的结果就是我在这里，我在这里，就没人理你啊，因为大国政治正在我们说，那川普是一个头八个大啊。那以色列呢，就看他自己的命运怎么样了。第二个呢，我想提一下的就是，石化这个东西啊，大家一直觉得能源呐，就好像是油气啦，或者石油啊，会影响能源。不，各位太小看这些事情了，因为整个的这一个的石化业啊，包含了这个气在内啊。这个油气在内，它最重要的是它产生太多的石化产品，影响了我们的食衣住行啊。大概除了食以外，全部都受影响。其中可能各位都没想过一个，很可能明年的整个全球的农业生产量就会造成很大的影响。你知道为什么？因为没有办法产生硫酸。硫酸钾就是化肥最重要的条件了。这个到底会形成什么的影响呢？还有我们食衣，我们穿的衣服，我们用的零组件，还有很多的这个工业化的产品的原料，都要从石化来啊！各位不要以为只是切了油价会高了而已，通货膨胀而已啊！它影响我们的已经到了我们是非常可怕的一个地步啊！所以在这个事情上，什么叫大国的责任？美国把火烧起来了，被诱骗把火烧起来了，俄罗斯在算钞票，中国现在最认真的。当然，很多人讲他也协助了伊朗，但是他不是公然的这提供武器的协助。其他方面最大的协助，世界的角度来看，就是在整个里面能够处理好伊朗跟海湾国家之间的这一个平衡稳定的关系啊，这才是对人类最大的贡献。就是在战事当中呢，去帮忙去降温啦。好，我们休息一下，广告中马上回来。未来的油价真的有可能涨到1桶$200吗？我们请教聂老师。OK， 我现在先不讲这个全球的油价，这是一定涨的。然后这个供需问题嘛，你这边这个所谓的供给减少，当然你需求者还在，当然一定会涨。这会使我想到以前我们在美国，你知道吗？我们常看物价它有涨跌会怎么样。当关税提高的时候，你会发觉大家都在讲，将来这个通膨会增加，可是你有没有感？无感。但是我们在美国开车，因为美国人每个人都最少1-2辆车，你知道，一个家庭可能有3-5辆。当你开车出游的时候，你会发现，你要知道油价就是你要丢出的成本。我每次开到路边就看油价多少钱，就找哪一家最便宜，这是有感的东西。所以当油价涨之后，美国民众一定会反感。我觉得这一次就出现了问题。我们想说，我还回来讲一下，你回想一下2年多前，2年又4个月前发生什么事？以色列打了哈马斯，就巴勒斯坦。类似伊朗，其实哈马斯这个一样，跟那个黎巴嫩真主党一样，跟塞门组织一样，都是什么？都是伊朗的前面的前哨站，也就是他的代理人。可是那时候伊朗有没有好像随便就动气帮你回攻？没有哦。这一次呢，伊朗呢，我会说他为什么对等反击？因为你又把人家斩首，而且痛击，你要打人家的军事基地。我刚才有讲过，伊朗他现在就是对等反击，对等哦。